TPY-2雷达呢由美国雷神公司研制，每部造价1.82亿美元，比 F-22隐身战机还要昂贵。AN/TPY-2雷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技术最先进、性能最强的陆基移动弹道导弹预警雷达，是名副其实的千里眼。AN/TPY-2雷达最大探测距离达到2300公里，对1平方米雷达反射截面积的目标探测距离达到1700公里，对0.01平方米雷达反射截面积的目标，比如说隐身战机，它的探测距离呢也达到了550公里。当然了，想要达到这样的探测效果，前提是对方的隐身飞机在高空飞行。如果呢是在低空或者超低空飞行，那么受地球曲率的影响 ，TPY-2雷达的探测距离将会显著的缩小。因此呢 ，TPY-2主要还是用来探测和跟踪飞行高度很大的弹道导弹，这样呢才能具有上千公里的探测距离。打开地图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朝鲜导弹并非唯一目标。朝鲜半岛南北全长约1100公里，对韩国来说呢，只要有800公里的雷达探测距离，即可以在己方的纵深覆盖朝鲜全境。而探测距离为2300公里的 AN/TPY-2雷达，在这里的覆盖范围已经包含了中俄两国的国土纵深。此外呢 ，AN/TPY-2雷达不仅看得远，而且呢看得准，对弹头具有跟踪和识别能力，能够将目标从诱饵或者弹体碎片当中识别出来。AN/TPY-2雷达获取导弹信息之后，就会通过军用通信卫星将这些信息实时的发送到位于夏威夷的指挥中心——美国陆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由司令部研判是否对其进行拦截，以及动用哪些拦截力量。值得指出的是，美陆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主要负责的是指挥美陆军在印太地区部署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而负责协调所有反导力量的是同样位于夏威夷的空军行动中心。因此，这次演习实际上只是美国将萨德部署到韩国之后的一次测试。在实际反导过程当中呢，还有海上的宙斯盾舰参与。为了应对来自亚洲方向的导弹袭击关岛，美军有这么一个作战想定。首先呢，由导弹预警卫星与进驻韩国、日本的 X 波段 TPY-2雷达作为早期的预警，在助推阶段探测到目标，计算导弹载入大气层的位置，然后用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导弹，在高度40到150公里、距离200公里以内，对朝鲜的中程弹道导弹实施中断拦截。那么一旦来袭导弹飞离了萨德拦截弹的拦截范围，则由海上的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发射标准3导弹，展开第2层拦截。如果还是没能够将来袭导弹摧毁，那么部署在关岛的萨德和爱国者还能够进行2次拦截。可见，美国印太司令部部署的反导体系俨然是一个通过多重拦截的方法，持续抵消来袭目标的导弹密集阵。